第二集，何谓对与错？对和错是人类设定的而已。对与错的依据是什么？对与错是道德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伦理学，还涉及文化、社会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了解对与错的定义及其依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德判断和伦理规范的复杂性。一、对与错的基本定义。对，通常指的是符合道德规范、伦理标准或法律法规的行为或判断，错则是与这些标准相悖的。对与错在日常生活中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决策和价值观念。尽管这一概念在各文化和社会中有广泛应用，但其具体含义往往受到不同文化、宗教和个人信仰的影响。二、对与错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与错是否是人类设定的，涉及到对道德规范的相对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文化相对主义认为，道德标准和伦理判断是相对的，取决于特定文化或社会的规范。根据这一观点，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对与错的定义，因此对与错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由人类社会所设定的。这意味着在某一文化中被视为对的行为，在另一文化中可能被视为错。伦理绝对主义则主张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独立于文化背景而存在。根据这一观点，某些行为在所有文化和社会中都被普遍认为是对或错的。这种观点认为，对与错具有客观的基础，而不是完全由人类设定。三、对与错的依据。对与错的依据可以从不同的理论和观点来理解。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和伦理标准是文化和社会所设定的。根据这一理论，对与错的定义取决于社会的共识和规范。在这种观点下，道德判断是历史和社会构建的结果，没有绝对的标准。道德绝对主义认为存在普遍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不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例如，康德的义务论主张某些道德原则是普遍有效的，行为的对错取决于是否符合这些原则，而不依赖于具体的文化背景或情境。功利主义由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人发展，认为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其带来的结果。如果一个行为能够最大化整体幸福或福利，那么它就是对的。功利主义关注的是行为的后果，而不是其本身的性质。德性伦理学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强调个人品德和德性，而非行为的结果或规则。根据这一理论，一个行为是否对，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一个有德行的人所应有的品质，例如勇气、智慧和仁慈。四、对与错的普遍性与相对性。在探讨对与错的定义时，既要考虑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也要考虑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以下是对普遍性与相对性的一些看法。普遍性：某些道德原则，如禁止杀人或虐待弱者，被许多文化和社会普遍接受，这些原则被认为是对与错的普遍标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都被视为基本道德规范。相对性：许多道德判断是特定于文化和社会的，例如某些社会可能对特定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对与错的定义受制于文化和社会的规范，而不是绝对的标准。五、个人与社会的角色。个人的道德判断往往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也可以超越这些影响。个人在面对道德困境时，会综合考虑社会规范、个人信仰和理性判断，以确定何为对或错。结论：对与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概念，涉及文化、社会、哲学和伦理的多方面。对与错是否完全由人类设定，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文化相对主义和伦理绝对主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来理解道德判断的来源和依据。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综合考虑社会规范、文化背景和个人信仰。对与错的定义不仅反映了社会的道德共识，也体现了个人对伦理原则的理解和应用。历史上被推翻的对与错事件，历史上许多被曾经认为对的行为或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最终被推翻或重新评估。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的演变，
也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不断的反思和学习，来修正和改进自身的伦理规范。以下是一些历史上被推翻的对与错事件，这些事件展示了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迁。一、奴隶制的合法性与道德性。在历史上，奴隶制曾被广泛接受，并被视为社会正常的组成部分。在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奴隶被认为是合法的财产，奴隶制被认为是一种对的制度，符合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推翻过程，19世纪的废奴运动改变了这一观念。随着工业化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开始质疑奴隶制的道德基础。废奴主义者如威廉·威伯福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人，推动了废除奴隶制的立法和社会运动。1865年，美国通过第13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奴隶制被逐渐认定为不道德和违背人权的行为。二、女权运动与性别平等。过去，许多社会在性别角色和权利上持有强烈的偏见。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初，女性的社会角色被严格限定在家庭和家庭职责之内，教育和职业机会被限制，女性的权利未被广泛承认。推翻过程，20世纪的女权运动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挑战。女性争取投票权、教育权和工作机会的运动，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美国在1920年通过了第19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性别平等的观念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和政策来支持性别平等。三、死刑的伦理争议。死刑曾被广泛视为一种合法的惩罚手段，在许多历史时期，死刑被用来对付各种犯罪，包括盗窃、谋杀和叛国罪等。推翻过程，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许多人开始质疑死刑的伦理性和有效性。20世纪中期，人权组织和学者们提出死刑可能导致误判、不公正和对人权的侵犯。许多国家开始废除死刑，或在法律中限制其使用。例如，1965年，英国废除了死刑；1977年，加拿大正式废除死刑。现代的许多人权倡导者认为，死刑是一种不人道的惩罚，与现代社会对人权的重视不符。四、精神病患者的对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精神疾病患者常被视为社会负担，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或遭受各种不人道的治疗。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有限，患者常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推翻过程，随着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关于精神健康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中期的精神卫生运动和人权倡导者推动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更加人道的对待。精神健康领域的进步包括去污名化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患者权利的保护。这些变化促使社会重新审视和改进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对待方式。五、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优先级。过去，许多国家和企业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往往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例如，工业革命期间，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严重，但环境保护尚未成为主要议题。推翻过程，20世纪后半期，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逐渐被认识到，尤其是随着全球变暖或生态破坏问题的加剧。环境运动和科学研究促使政府和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1970年，美国成立了环境保护署 EPA， 并开始实施环境保护法规。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首次环境会议，推动了国际间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现代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保护成为全球政策和企业战略的重要部分。结论：这些历史上被推翻的对与错事件，揭示了道德和伦理观念随着社会发展和认识进步的变化，从奴隶制到性别平等，从死刑的伦理争议到精神健康的改善，以及环境保护的优先级调整。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展示了人类在追求正义和道德进步中的不断努力。通过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道德和伦理标准的动态变化，激励我们在当下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改良。本集中